大家好，今天的故事听起来像八点档，但里头的细节，要是你曾经当过媳妇、当过人家的女婿，或者家里有婆婆、丈母娘的，嘿嘿，你可能会倒抽一口气。看起来像是婆媳间的一场小误会，但最后解套的方式，居然让整个家族都改观。一句话就能够转变整场战局。按摩一句，我看得很清楚。背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故事的真相绝对比你想象的还要深。这事情要从一笔小钱说起。林乐乐年轻漂亮，温柔体贴，是好运来里面大家公认的好媳妇。有苏艳佩饰演，但好媳妇这3个字在豪门里面可不是保证卡。这一天，她想送几样公司出的产品给自己娘家人的长辈，这也是很正常嘛，谁不会逢年过节表示一下？她叮嘱老公江宏轩帮忙付个钱，说好了就是这么回事。可惜男人嘛，江宏轩无证好事，一忙就忘了这个事情，事情就这样悄悄滑入了另外一条轨道。巧的是，婆婆庄家敏、黄景文氏正好看到了产品包裹进门，疑心一起，脑中的小剧场就上演了。你这是拿我们家公司的东西去孝敬你娘家，钱有付吗？这不是占我们便宜吗？于是，一句话没问清楚，心里面的分数就默默的扣了。不过，这误会还没有结束，反而越滚越大。就在这个敏感的节骨眼上，杨可薇、谢景景氏陪着阿嬷、邱胜男、谢琼暖氏送一道他的拿手菜，准备回礼。这回礼本来只是形式，谁知道还没有走进厨房，两个人就意外的听到林乐乐和婆婆之间的那一场静音版交锋。虽然没有明讲，但句句里头都有玄机，空气凝重的可以切开来吃。邱胜男一听，脸色变了。他虽然是长辈，但一双眼早就看穿了不少事情。回到家里，他没有多说什么，反倒是直接找到江春发、永安孙氏和庄家敏这一老一中的婆媳搭档，直接开口。林乐乐不是那一种会占别人便宜的人，事情你们应该看清楚一点。这话像是一记警钟，把整个事情从情绪当中回到现实。可是阿嬷怎么知道乐乐没有偷吃布？他又为什么这么笃定呢？说到底，其实是一段婆媳关系。其实每一段婆媳关系都有一个关键的转折点。好运来这句名听起来喜气洋洋，但戏里面的现实倒是很体贴，倒是很贴地气。婆媳关系从来不是喜欢就能够解决的，而是要理解。庄家敏一开始并不是坏人，只是多年在家当主母，早就养成了预设立场，凡是没有交代清楚的，就是不对。他并不坏，只是过度警觉。反观林乐乐呢，他年轻，什么事情都习惯先顾全大局，忍一忍，结果反倒成为了你都不说，我就当你默认。这种沉默，是不是有时反而让误会更大呢？阿嬷邱胜男为什么能够当上最美阿嬷？不是因为他会做菜，也不是他温柔笑脸，而是因为他知道人心，懂得不说出口的委屈才是最需要被看到的地方。这样的情节在戏剧里面常见，可是在现实里面呢，是不是很熟悉？看看近年来婆媳问题成为新闻焦点的几个案例，不论是公众人物还是素人家庭，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点，误会不在大，而在于没有人肯开口说真话。甚至有些婆媳间闹翻的家庭，一查才知道原来因为一包茶叶、一箱保健品，谁出钱没有讲清楚。你可能会问，这不是鸡毛蒜皮吗？但正是这一种看似小事的日常，才最容易点燃那一根隐形的引线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在世界其他文化里面，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？比如说日本，媳妇对婆婆要用敬语，跪坐侍候，压力山大。但是日本的婆婆却习惯于自己闭嘴，常觉得媳妇应该自动自发领会她的期待，没做到还要忍住不说。而在西方，婆媳多半分开住，问题比较少，但一旦出事，就是直接翻脸不认人，连过节都不能见面。相比之下，我们华语区的婆媳关系则既有亲情，又要讲礼数，还要一起生活，还不能说破，这是人际关系里面最微妙的雷区了。但是也不是所有婆媳都会火拼，有些阿嬷反而成为
整家人的粘合剂。像邱胜男这样的阿嬷，在戏里面是老戏骨谢琼暖饰演的，演来非常真实。他不会大声叫嚣，也不会说些“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”这种话，反而是轻描淡写几句话就能让对方心里面暖起来。他知道怎么样让儿子想起该补偿老婆，也知道怎么样让媳妇感觉被理解。最厉害的是，他帮腔不带火药味，讲理也不带压力。这样的阿嬷，如果出现在现实生活当中，可能早就被请去当婚姻顾问了。可爱的是，观众们在网络上面疯传有这样的阿嬷，谁还会跟婆婆吵架？好了，真相终于要揭晓了。你以为阿嬷只是单纯的帮林乐乐说话？错，这一场神助攻其实从一开始就开始布局了。原来邱胜男早就看出乐乐每一次回娘家从不空手，但他有一天听到孙子无意当中说了一句：“妈妈都叫爸爸帮他刷卡，说以后薪水会补回来。”他没有说破，而是静静的观察，直到这个事情发生，他才知道这件小事如果不出手，可能会在婆媳之间埋下一颗炸弹。他选择在对的时机出现，说对的话，而不是责备谁，而是用自己的身份去转变这个僵局。他知道庄家敏重视家族颜面，所以他不是直接的指责，而是转向江春发，请他出面主持公道。他知道林乐乐的委屈不能再压下去，否则这一场婚姻也会出问题。一场看似普通的家庭摩擦，其实是一场情绪管理课，而邱胜男就是那一位最高级的导师。这样我们不得不佩服，看戏学做人，有时还真有用。故事说到这里，我可能会想，这样的婆媳关系怎么样不会再出错？答案不是谁多让一步，而是谁先听懂沉默的信号。有些误会不需要用争吵来解决，而是靠信任跟观察。有些对话不在于说话说得多漂亮，而是说得刚刚好。有些长辈不是站在哪一边，而是站在爱的那一方。最后送给大家一首诗，让这段故事落幕。家中风浪起纷纷，一语解为实苦心。真情难掩婆媳念，转念方知是至亲。如果你也曾遇过类似的情况，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。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内容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跨界茶话间，我们下集会有更精彩的内容。阿峰祝大家平安快乐吉祥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峰。50岁可能很多人想着退，而我只能拼。我用这个频道努力为大家讲出世界的真话，冷暖人情，人生百态。从写稿、拍摄到剪辑，每一支视频我都自己扛，只希望对得起每一位愿意停下来听我说话的你。如果你愿意支持我继续讲下去，请加入会员频道，和我一起守住这份坚持。会员朋友可以享有抢先观看新视频、幕后花絮、点名感谢上榜机会、每月会员专属直播互动。一杯咖啡的价格就是我继续走下去的动力。请点击下方加入会员，让跨界茶话间不只是我的坚持，也成为你的选择。谢谢你，我们会员专区见。